5根噬魂钉钉穿你一身血肉，一宗和平却换你10年囚禁，一场背叛挖走你唯一的道骨。也是那一刻，你终于明白，你明明身怀道骨，却始终无法修行，结果被宗门抛弃，给魔教当了人质，以此换来天玄宗100年发展。谁知魔教竟然对你种下情蛊，让你沦为了魔教圣女的囚宠。不过即便如此，你也没有爱上她，而是想尽办法逃回了宗门。谁知等来的却是宗门的嫌弃，不但把你逐出师门，还遭未婚妻和小师弟设计杀害，挖你道骨。魔教圣女得知此事后，凝聚出一缕你的残魂，带你回去屠灭了天玄宗后，又用第一杀器饮血剑自斩殉情，再次睁眼，你回到了被魔女囚禁的地方。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你觉得这房间格外温馨。沉默，你不乖啊，总想着离开我，再干有下次。我就让你永远没法离开这间屋子，只能待在那个漂亮的花瓶旁边，永远陪着我。柳如烟说着，拿出2颗噬魂钉，迅速将一颗打入你的体内，然后准备将另外一颗钉向自己。不要，你顾不上噬魂钉带来的痛苦，连忙拉住对方的手，别再为了我折磨自己了。你看着疯狂的柳如烟，眼中泛着泪水。她是个变态病娇，只要给你用过的刑，她都会在自己身上来一遍。柳如烟看你落泪，以为是噬魂钉发作，是不是很疼？她温柔地为你擦去泪水，紧接着噬魂钉再次出现在手里。如烟，住手！要我怎样，你才不会伤害自己？听到你的话，柳如烟一愣。以前你不是叫她魔头就是妖女，今天不但叫了她的名字，还主动拉了她的手。除非你答应我不再逃跑，我要你爱。她话还没说完，便被你吻住了红唇。对不起，我再也不逃了。你红着眼睛说道，而后再次深深吻向对方。柳如烟的眼神逐渐迷离，紧接着反客为主，将你扑倒在床。不知过了多久，柳如烟躺在你的怀里静谧地睡着。你望着这张冷艳绝美的脸庞，眼里满是愧疚。如今重生回来，定不会让她再做傻事。而且你发现前世导致自己无法修行的神秘道骨，如今竟然有了异动。此时柳如烟悠悠转醒，轻抚着你的脸颊。沉默，你怎么没杀我？他为了能更加的与你感同身受，每次单独与你在一起时都自封修为，对你从来不设防备。而你之前不是要弄死他，就是要逃跑。然而现在的你却十分安分，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是真正爱我的，我不能辜负你。你没有解释太多，前世的你被柳如烟折磨怕了，在知道师门足够强大后，拼了命的想要逃回去，甚至有几次将刀捅入了柳如烟胸口，但他依然爱着你，可是已经不相信你的话了。此时的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你，而后对你缠绵一吻。他吻得很用力，将你的嘴都咬出了血。等他心满意足后才离去。这时丹殿长老进来了，望着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你，恨铁不成钢地说道：沉默，这是你自讨苦吃。圣女她那么爱你，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说话间，他丢给你几颗丹药，都是恢复伤势用的。这是你被折磨的最狠的一次，全身上下多处伤口，更是被打了足足5根噬魂钉。质疑你这次逃跑是为了去见你的青梅清月仙子。我知道。你只是简单回应了一句，随后将丹药吞下。看着你痛苦的表情，丹殿长老冷哼道：可莫要忘了，是你答应来苗疆圣女，才会放天玄宗一马的。如今天玄宗元气恢复，日益壮大，你就千方百计想要逃跑。要不是圣女宠溺你，早就灰飞烟灭了。你以为天玄宗能与苗疆抗衡吗？要是把圣女惹怒了，虽然你不会死，但天玄宗肯定将不复存在。说完，他便拍拍衣袖离去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你不禁想到，前世自己作为人质为天玄宗换取和平，最后换来的却是宗门的嫌弃和未婚妻的背叛。而且在自己死亡之际，清月说从来没有爱过你，之所以说要嫁给你，都是为了你身上的道骨，此仇必报。你紧握拳头，眸子冷得可怕，同时感受着道骨上的2股气息，一股充满了仇怨，一股充满了爱意。难道我无法修炼是因为道骨的存在？
这时你突然想起来，自己曾在苗疆的古迹中看到过一种名叫四婴的邪蛊，拥有四婴的人，只有同时尝尽极致的痛苦与爱之后，才能开启自己独特的修炼之路。上一世师门的抛弃与青梅的背叛，使你感受到了极致的痛苦；柳如烟病娇的爱，又让你感受到了极致而又特别的爱，二者同时满足，所以道蛊解封了。正是如此，道蛊不仅不再阻碍自己修行，反而在疯狂地吸收四周的灵气。仅仅一个晚上，你的境界直接掠过炼体期到了炼气期，这突破速度堪称神速。于是你立马打坐起来。天色渐暗，褪去一身杀气的柳如烟推门而入，她脱去外衣，只留一件内衬，随后将你的头埋进自己的两片柔软中。你知道她想要干嘛，于是主动起来。她见状虽然诧异，但又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以后我都乖乖听你的话，别再伤害自己了，好不好？你认真的说道。别说话，爱我！柳如烟用红唇堵住了你的嘴。爱我！柳如烟用红唇堵住了你的嘴，忘我的所吻着。就这样，你在柳如烟的闺房足足被关了半个月。半个月以来，柳如烟白天是杀人如麻的苗疆魔帝，晚上是宠幸你的病娇。由于你的主动，她终于肯再次放你自由。你推开房门，望着外面的世界，只觉得一阵恍惚。这时，一个女子前来传话：公子，柳如烟在圣殿大堂等你。你猜测估计是为了那件事。此时圣殿内，柳如烟端坐于王座之上，朝下方站立的12洞主冷漠道：你们都觉得沉默配不上本帝是吗？这时11洞主站了出来：就算圣女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苗疆的未来考虑啊！天下英杰何其多，且不说苗疆有规定圣女不外嫁，若真要择道侣，也应选择与圣女地位持平之人。她沉默算什么？就是个阶下囚。如果圣女真的要与其大婚，那我11洞主愿做领头羊，就算是死，也要阻止圣女犯错。11洞主慷慨激昂，殊不知他低估了你在柳如烟心里的位置。你想死？如若圣女执迷不悟，吾愿以死明志。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真当本帝不敢杀你吗？柳如烟语气冰冷，紧接着青苔玉手射出一道剑气，11洞主的眉心瞬间被洞穿出一个窟窿，身体砰的一声倒了下去。柳如烟缓缓放下手，扫视众人。还有人反对吗？本来还有想反驳的洞主，话都卡在了喉咙，身体直冒冷汗。本帝叫你们来，是通知你们去做准备的，不是叫你们来教本帝规矩的。在苗疆，我的规矩就是规矩。柳如烟帝王般的气势压得所有洞主抬不起头来。这时你也来到了大堂，看见你，柳如烟低垂的眼眸终于有了光亮。沉默到我身旁来。只见你在各洞主记恨的眼神中走过，很自然地坐到了柳如烟身旁。看见这一幕，有的洞主差点坐不住了。圣殿龙椅向来只有苗疆之主才有资格坐，你不过一个嫡宗俘虏，怎么敢如此冷静地坐上去？可又想到刚才圣女瞬息之间击杀11洞主的场景，他们只能敢怒不敢言。爱沉默，看看喜欢吗？柳如烟满心欢喜地将精心挑选的请柬递给你。只要是你的，我都喜欢。你看了看，果然是大婚的请柬，与前世一样。不管自己能不能接受，不管苗疆的人是否反对，柳如烟都一如既往的要与自己大婚。他想要这种方式来锁住你。婚书里写了2人于3年后在苗疆大婚，昭告天下。前世你假装同意大婚，当夜将剑捅进了自封修为的柳如烟胸口，随后莫名其妙的轻松逃回了天玄宗。圣女，属下并不反对圣女与心爱之人结成连理，但沉默公子现在的身份恐会被天下人耻笑。说话的是大洞主，所有洞主中修为最高的已经到了化龙后期。属下有个想法，11洞主已死，不如就任命沉默公子为11洞主。这样一来，沉默公子与圣女大婚也算是名正言顺，苗疆无人敢言，天下之人更无话可说。就是不知沉默公子意下如何？大洞主的话等于将所有压力给到了你，让你做11洞主就是投敌，所有人都认为你不可能这么做，只要你拒绝，那么就不会与圣女结婚。即使圣女强迫你，也会想办法逃跑，届时在你逃跑时暗中给你提供帮助便可。谁知此时你却笑盈盈地说道：本公子认为
大洞主所言极是。你说着深情地望着柳如烟。我知道，不管我什么身份，你都会与我大婚，但我不想你被外人耻笑。我要做苗疆的11洞主，我要名正言顺地娶你。柳如烟看不懂你眼里的爱，但她知道这段时间的你很乖，当然很可能只是一时的，目的还是为了博取他的信任。不过不论怎么样，这段时间他都是高兴的。那就如大洞主所言，我宣布从今日起，陈默就是我苗疆第11洞洞主。他说着，在虚空中撰写符文，苗疆各地皆能看见昭告。所有人齐声呼喊，大洞主也表情僵硬的回应。打死他也没想到，你竟然不按套路出牌。谢谢各位，以后我们一起建设苗疆。你说完后，扭头望向柳如烟。我还有件事想要和你商量一下。柳如烟闻言，眼中充满了迷离和宠溺。只要你乖乖的，什么事我都可以答应你。如烟，我想回天玄宗一趟。你望着对方那猛然冰冷的眼神，仿佛下一秒就要将自己洞穿。陈默，我以为你变乖了，才将你放出来，是不是又想被锁在房里了？柳如烟有些失望，这些天你的表现让他觉得你变了，现在看来你又一次欺骗了他，还差点成功了。一时间，柳如烟的威严充斥整个大堂，底下所有洞主承受不住，皆跪伏在地上。这时，你拉住柳如烟的手，认真说道：“你误会了，我并不是想要逃跑，我回去是为了取回属于我的东西，顺便与天玄宗断绝关系。我父母的灵位还在天玄宗供奉着，既然答应了与你大婚，那我以后就是苗疆的人，我父母的灵位也理应在苗疆才是。”真的吗？柳如烟自然是有些不敢相信。当然是真的，我以我的道心立誓，如果此去不回来，就让我不得好死。我愿承受108道天劫，死后永不许。你还没说完，便被柳如烟伸手堵住了嘴。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准死！说完，他也不顾下面跪着的众洞主，直接朝你吻了上去。你感受到他的动作暗呼：“不好，如烟，我们回去吧，这里实在不方便。”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吗？是也不是，主要是我害羞。你的话惹得柳如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好，这次听你的。这天是天玄宗10年一次的招生大会，山门前人影攒动，无数凡人慕名而来。2位长老亲自坐镇，测试环节有序地进行着。突然间，虚空破裂，2位长老抬头看去，顿时目露凶光，如临大敌。只见阴血剑破开虚空，缓缓而出，浓浓的血腥味刹那间弥漫整个山门。无数凡人被这恐怖的气息吓得浑身发抖，甚至有的直接晕了过去。不知是哪位前辈大驾光临我天玄宗，晚辈有失远迎，待我前去禀告宗主。一个长老咬着牙问道：“不用。”柳如烟冷哼一声，那长老顿时如坠冰窟，不敢动弹。其身旁一个年纪较大的长老眯着眼，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不好，有大敌来犯！他一声大喝，同时快速施法激活了防御大阵。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懵了。苗疆之主是想要撕毁约定吗？聒噪！他话还没说完，声音便戛然而止。柳如烟抬手间将其抹杀。柳仙子大驾光临，怎么不通知老夫一声？这时，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来人正是天玄宗现任宗主玄阳子。玄阳子看了眼地上的尸体，摇了摇头，挥出一团火焰，顷刻间将其焚烧殆尽。小辈不小心冒犯了柳仙子，还请仙子海涵。玄阳子说着，深深鞠了一躬。这一幕震惊了所有人，天玄宗宗主竟然给人鞠躬道歉。然而只有玄阳子自己知道，在他赶到山门的那一刻，就察觉到柳如烟的实力又精进了。今天若是自己不服软，恐怕整个天玄宗都将不保。不知柳仙子此次前来，可是有什么事？见柳如烟一直冷漠着不说话，也没有带苗疆大军前来，玄阳子猜测对方并不是为了开战而来。我夫君有东西落在你天玄宗了，想来取回一下。柳如烟说着，柔情地望向你。仙子的夫君？玄阳子这才看向你，这人怎么有点眼熟？不知仙子的夫君贵姓？你平淡地回应道：“叫我沉默就行。”原来是沉默公子，久仰大名。玄阳子震惊地看着你，他终于想起来了。看样子你与柳如烟已经结为道侣，
如果真是如此，天玄宗与苗疆的关系可就变得微妙起来。不知沉默公子有何东西落在我天玄宗，我这就叫人取来。玄阳子低声说道。不用了，我自己去取。随后你看向柳如烟问道：娘子，你要和我一起进去吗？不用了，我在这里等你，记住你说过的话。老实说，他也想陪着你一起进去，可是里面有他不想见到的人，他怕自己控制不住杀了你的师尊师姐。娘子，你就放心吧，我说到做到。你轻密地刮了一下他的鼻梁，便离去了。快去告诉玉女峰的天穹长老，莫要惹怒了沉默公子。玄阳子不敢轻易离开，朝身旁的长老吩咐道：天玄宗共有9大主峰，玉女峰是你以前所在的山峰，正如其名字一样，玉女峰的弟子都是女子，直到你的出现才破例收了个男弟子，有第1次就会有第2次。后来封主天穹又收了裴川为弟子，走在熟悉的青石路上，仿佛还是如记忆中一般，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沉默师弟，这时一个声音响起，带着些许惊讶。只见一蓝衣女子从远处御剑而来，眨眼间就到了你身前。再次见到大师姐楚莲香，你发现没有了以前的期待，有的只是报仇。你怎么回来了？楚莲香有些疑惑地问道。我来拿点东西。你冷漠地回应了一句，便往自己的房间走去。你能从苗疆逃出来，难道说已经能修行吗？楚莲香眼神中闪过一丝期待。没有。你淡淡地回应道。闻言，楚莲香仔细确认了一下，你身上真的没有一点修为波动，眼底的期待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厌恶。那沉默师弟可有想过未来怎么办？你认为我该怎么办？你用嘲讽的语气反问道。楚莲香闻言一时语塞，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见状嗤笑一声，大步离去。楚莲香连忙跟上。终于，你来到了自己在玉女峰的住所，父母的灵位就摆在里面。见你停下脚步，楚莲香疑惑道：这里不是小师弟的受宠房吗？沉默师弟来此是有什么事吗？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你大声质问着楚莲香，她也被你这股气势吓到了。我说这里是小师弟的受宠房，有什么不对吗？好的很啊，好一个裴川，好一个玉女峰，好一个天玄宗！你突然发狂般的大笑着。沉默师弟，你这是怎么了？楚莲香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你没有理会她，走到房门前，砰的一声一脚踹开，映入眼帘的是满屋的铁笼。砰的一声一脚踹开，映入眼帘的是满屋的铁笼，每个笼子里都关着一头凶兽，个个面露獠牙，凶神恶煞。你快速走到摆放父母灵位的地方，除了铁链什么也没有。裴川，你找死！此刻你气得眸子猩红。父母灵位是你在天玄宗最后的念想，若不是要带走灵位，你不会再回来。沉默师弟，你这是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你怎么敢问得出口的？我在苗疆做人质换取宗门和平，你们就是这样对我的。裴川呢？他在哪？小师弟正在他的府邸，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楚莲香小心翼翼地问道。杀他！你留下一句冰冷的话，转身朝记忆中裴川房间的方向而去。楚莲香顿时愣在原地，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但没时间容她多想，她也急忙赶向小师弟的住所，同时传音给了师尊和师妹们。而此时你在极度愤怒之下，道骨的力量竟然冲破了柳如烟在你身上下的封印，你的修为瞬间来到了筑基后期巅峰。天玄宗山门外，柳如烟脸色难看，她感受到了你身上的封印被强行破开，手指紧紧扣进了肉里。沉默，你真的骗了我吗？要不是你说过让他等你，他早就冲进去了。此时的他就像迷失方向的孩子。突然，玉女峰一声大喝从天外传来：裴川出来领死！正在屋内与人交谈的裴川闻言微微皱眉，但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一柄浑身青绿色的剑气斩过，房屋被整整齐齐削平，轰隆一声，房子倒塌。裴川等人连忙从废墟中飞了出来。师兄，你怎么回来了？裴川有些惊讶，你并未理会他，而是将目光望向他身边的人。
她是你的青梅家未婚妻，在天玄宗还未与苗疆开战之前，天玄宗宗主就宣布了你们的婚事。沉默，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通知我一声。清月脸上闪过一丝慌张，而后立马转变为有些责怪的样子。你闻言冷笑道：“怎么提前通知你好，让你们有准备继续骗我吗？”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清月还在故作镇定。我没想到你脸皮竟然如此之厚。我不在宗门这些年，你们一定很开心吧？终于不用背着我偷偷摸摸的了。前世两人挖掉你稻谷的画面你还历历在目，现在看见两人你只觉得恶心，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可那样太便宜他们了。沉默，你误会了。裴川师弟前些日子抓妖兽的时候被妖王袭击，我是来给他送丹药的。清月脸不红心不跳地解释着。妖兽，你还敢提妖兽？你顿时大怒，自己在天玄宗唯一的念想便是父母的灵位，现在居然成了别人的受宠房。沉默，你这是怎么了？我不过是说了句妖兽，你怎么这么激动？清月来到你身后，搂住你的腰，小声问道。你见状立马一股真气将其弹开。别碰我，我嫌你脏。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苗疆妖女对你做了什么？清月还想试图过来拥抱，可她不知道她的话彻底激怒了你，手中三尺清风斩出一道剑气，直逼清月而去。手中三尺清风斩出一道剑气，直逼清月而去。谁容许你诋毁他了？清月瞳孔骤缩，以他的修为，拿下这一击只是挥挥手的事，但他没有阻止，没有防御，也没有躲开。他不相信那个曾经与他花前月下一起发誓为家人报仇的你会对自己拔刀相向。然而下一秒，凌厉的剑气瞬间将他轰飞，轰的一声撞击在远处的山头。这是为何？清月吐出一口鲜血，满是疑惑地问道。他似乎读错了，自己不就是提了句苗疆妖女吗？难道你已经变心了？这时小师弟裴川将清月扶起，而后迎上你杀人的目光。沉默师兄，不知师弟何处得罪到了师兄，竟然将师弟的府邸批为齑粉。听到裴川在装傻，你顿时大笑起来。好一个处心积虑的小师弟！你能感受到有几股强大的气息正在接近此地，应该是自己那几个好师姐好师尊来了。裴川这是要装无辜啊！果不其然，裴川这是要装无辜啊！果不其然，未见人就已经听见了一道清脆的声音。沉默，还不快住手！下一秒，4道身影出现在你眼前，个个仙气缭绕，冰清玉洁。最前面的人自然就是玉女峰峰主，你的师尊天穹真人，后面的3人则是你的3个师姐。你能修炼了，可为何无故对小师弟和清月出手？天穹真人先是有些意外，又有些不高兴地问道：“无故？请问天穹真人何为无故？我自问没有任何对不起天玄宗，可你们的好徒弟好，师弟却趁我不在之际，强占我的房间用来饲养妖兽。我不过是来讨个公道，何错之有？”你的语气极度冰冷。所谓的师徒之情，在上一世已经两清，这一世只有不死不休。沉默，你冷静一下，不就是一个房间吗？没了就再换一个呗。玉女峰那么多房间，哪一个不能住？再说了，你在苗疆当人质，谁知道你会突然回来？你那房间占了一个灵气泉眼的位置，空着也是浪费。小师弟正好没有地方驯养妖兽，就占用一下你的房间而已。做师兄的让一下师弟，怎么了？你发什么脾气啊？说话的是你曾经的2师姐周熙，真实身份是某皇朝的长公主。原来你们知道那是我洞府啊，我还以为你们不知道呢。那你们可有问过我的意见？我作为人质送往苗疆，你们就是这么对我的。且不说这近100年来你们没有想过营救我回来，就连悄悄看我一眼都没有。我房间里有我最珍贵的东西，裴川将我的房间清空，我最珍贵的东西不在了，还要我冷静。你怒极而笑，经过上一世，你以为自己已经看开，可今天回来，他们说的话仍然让你很是愤怒。裴川，今天就是天穹和你几个师姐在，我也要将你斩杀。你怒极而笑，
经过上一世，你以为自己已经看开，可今天回来，他们说的话仍然让你很是愤怒。裴川，今天就是天穹和你几个师姐在，我也要将你斩杀，以解我心头之恨。你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天玄宗，不少闭关的弟子被惊醒，就连山门外的玄阳子都听见了，当即便面如死灰，立马消失在原地。跟着消失的还有柳如烟。那声暴怒之后，你第一时间出手，手中的3尺清风横空展出，在星空下画出一道亮丽的弧线。见状，裴川立马拿出武器抵挡，不知道是他低估了你的杀心，还是故意隐藏实力。只见你的剑气划过，裴川的防御没有起到半点作用，他所在的位置顿时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裴川浑身是血地躺在大坑中，紧接着你横空而去，眨眼间便出现在裴川身旁。然而下一秒，4道身影挡在了你面前。沉默，你够了，能修行了你就是这样的无法无天吗？你真的要杀了小师弟不成？若真是这样，我觉得你当初不能修行是有道理的。二师姐周熙拿剑指着你，眼中透露着失望。今天不杀了他，叫我如何面对父母？你神色冷漠道：“让开！今天谁敢拦我，就是与我为敌。”听到你的话，清月眸子微震。沉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吗？小时候，村里遭妖兽袭击，你我的父母惨死于妖兽之手。我将我父母的灵位放置在我的府，可他裴川却将我的府邸霸占，将我的东西全部丢掉了。你是说伯父伯母的灵位不见了？说什么爱我人不在宗门，你不仅没有为我守护住我最在意的东西，还与破坏我父母灵位之人关系亲密。你的爱代价太大，我承受不起。你去爱裴川吧，他承受得住。清月听闻脸色煞白。不是的，沉默，你听我解释，我和裴川师弟真的没什么，我是看他受伤严重来送丹药的。伯父伯母的灵位不在了，是我的错，我一定给你找回来。这时几道身影急速而来，柳如烟第一个赶到，立马站到了你身边。如烟，对不起，我没克制住自己，冲破了你的封印。夫君，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他冷漠地注视着对面的人，眸光冰冷，仿佛能洞穿灵魂。柳仙子，我想这里面恐怕有什么误会，不如……轮到你说话了吗？玄阳子刚想圆场，却被柳如烟那杀人的气势吓得硬生生憋了回去，只得怒目地看着传话长老。宗主，这可不能怪我已经将话带给天穹长老了。传话长老马上解释道：夫君，原来你已经背叛师门了，你就是怕被天下人说是叛徒，所以才这般诬陷小师弟，好让你能名正言顺的叛出宗门。我说的对吗？二师姐周熙毫不在意地说道。谁知他话刚说完，玄阳子便一掌扇出，周熙瞬间被扇得招似过崖飞去。柳仙子赎罪，弟子不懂事冒犯了仙子2人，我已将其打入4国押禁闭。下次再敢用这种小把戏，宝然，我先把你杀了。娘子，这件事我自己解决，你在旁边看着就好。柳如烟还想说什么，却被你在其唇上吻了一下，顿时什么话都没说出。这一次听我的。你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随后转身面对天玄宗众人。天穹真人，或许我该叫你一声师尊才对。我就问一句，裴川占用我的房间，是否得到了你的允许？这件事确实是得到了我的允许，不过我……那就行了，你不需要跟我解释什么。你迈过众人来到裴川身前，清风剑递到他喉咙处，交出我父母的灵位，我可以考虑给你个痛快。师兄还真是可笑，你都要杀我了，我还会告诉你吗？交出我父母的灵位，我可以考虑给你个痛快。师兄还真是可笑，你都要杀我了，我还会告诉你吗？我被修士，何惧一死？大不了我此身陨落，但你就别想再找到你父母的灵位，他们被我藏在一个你永远也不可能到的地方。听到他的话，你不仅冷笑，还挺有骨气。
以为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饮血！你大喝一声，本来被柳如烟收起来的饮血剑瞬间出现在你的手中。自从体内道骨复苏，你就始终觉得自己是沙，并且那个亮起的神秘符文一直似乎与某种东西有感应。直到柳如烟到来，你终于知道了那感应来自于何处。神秘符文与饮血剑产生交织，使你也能操纵饮血剑。柳如烟有些意外地望着你，不过她并未多说。此剑名为饮血，此剑名为饮血。我不知道他杀过多少人，但你应该听过他的名声。被他所杀，你将无法进入轮回，永世不得超生。听到你的话，其他人才反应过来，这浑身杀意、充满怨气的剑，就是传说中苗疆第一杀器饮血剑。此刻你手握饮血剑，宛如一尊杀人的恶魔。把我父母的灵位完好无损的还回来，我可以留你性命。裴川，你真的拿了沉默父母的灵位？这时天穹真人也慌了。确实是弟子拿走了。那日我在驯化妖兽之时，发现了师兄父母的灵位，我害怕被妖兽损坏，于是便擅作主张换了个位置。本想向师父禀告的，不曾想忙忘了，还请师父责罚。闻言，天穹真人点了点头。那你刚才为何不说？禀师父，师兄没给我解释的机会。快去将灵位完好无损的取回来。裴川闻言看了你一眼，见你没有动静，便起身往一个方向飞去。这时天穹真人转身对你说道：沉默，你误会你小师弟了。他本性如何为师清楚，不是做出那种丧尽天良之事的人。他的本意是保护你父母的灵位。你闻言不禁冷笑，这种话也只有他们信。那我得感谢他。你戏谑地问道。天穹真人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呆愣在了原地。真是可笑，不过你们本来就蛇鼠一窝，帮他说话很正常。你轻笑道。天玄宗的众峰主和长老们闻言都很想发怒，可碍于柳如烟站在那儿，没有人敢动他。半炷香不到，裴川拿着一个木盒回来，他半跪在天穹真人面前。师尊东西取回来了，完好无损。天穹接过木盒走到你身边，交给了你。看看吧，有没有损坏？你看了一眼，没什么太大问题。随后将木盒交给了柳如烟。娘子，替我保护好他们。紧接着你猛然转身，眨眼间已经出现在裴川身前。轰隆一声，你猛然转身，眨眼间已经出现在裴川身前。轰隆一声，裴川被你一掌轰飞，撞在了空中的一座浮岛上。巨大的撞击撞得浮岛四分五裂，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惊了。沉默，住手！天穹顿时大喝，欲要冲起阻止这场战斗。我看谁敢拦他！柳如烟霸气护肤。魔帝的名气不是叫出来的，是杀出来的。他站在那里，便令众人颤抖。想前去阻止的天穹真人也硬生生停住了脚步。天空中向下坠落的裴川终于反应过来。我靠！你不讲武德！随后他眸光变得阴冷。既然师兄想战，那咱就战一场。说着，一把剑出现在他手里，他也不再隐藏实力，将全身气息释放了出来。看到他也才筑基后期的修为，你不禁嘲讽道：“才和我同境界，就你这还天玄宗储备圣子，天玄宗也就这样了。”师弟好奇师兄是如何能修炼的，莫不是走了旁门左道，修了邪功吧？裴川嘴上也不甘示弱，两人在空中过了10几招。师弟好奇师兄是如何能修炼的，莫不是走了旁门左道，修了邪功吧？裴川嘴上也不甘示弱，两人在空中过了10几招，每一次都是你发动攻击，裴川被动防守。旁门左道也好，邪功也罢，能杀你就足够了。师兄，可不要把话说得这么早，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裴川说完，浑身气势突然暴涨。下方的长老们见此一幕，满脸惊喜。裴川竟然在战斗中突破，我记得他上次突破到现在才不过1个月，怎么会这么快？你闻言眼神怪异的看着气息暴涨的裴川，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这么快就突破的。不过你也懒得管，突然你的气势也不断上涨。以为就你能在战斗中突破吗？什么？下方的长老们全都被震惊到了。战斗中突破见过，双双突破他们却是闻所未闻。想不到师兄也藏了一手，倒是师弟小瞧你了。裴川冷笑着，眼里没有一丝畏惧。是吗？你想不到的事还多着呢。说着，你直接伸手将他
刺过来的剑夹住了，原本流光四溢的剑顿时变得淡然无光。裴川见状，瞳孔巨震，这不可能！自己已经突破到了洞玄境，并且开启了一个洞天，如今这剑仅是被对方夹住，便没了神威，那对方是什么境界？看到他震惊的模样，你微微一笑，师弟还是大意了。这100年来，我虽然无法修炼，基本功却没落下，根基是常人的千百倍。你只开启了一个洞天，而我却开启了9个，你拿什么和我打呀？就凭你个借助外物提升的废物！沉默师兄说的什么话？师弟我可是自己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是吗？那就让我这个师兄检验检验你的修炼成果。说着，你松开手指，轻轻一弹，金剑顿时咔嚓一声断裂。裴川说着，你松开手指，轻轻一弹，金剑顿时咔嚓一声断裂。裴川遭到反噬，以及你弹指的余威，瞬间被轰飞到几里之外，撞倒了数10栋建筑才停下来。他喷出一口鲜血，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你。怎么会这么强大？杀你一只足矣！你边说着边快速朝他逼近。老子和你拼了！紧接着，他的气势再次暴涨，又突破。下方的天玄宗长老们见状，全都大吃一惊，就连宗主玄阳子都感到意外。只有柳如烟始终没有看过裴川一眼，他的目光始终在盯着你。此刻你正冷漠地注视着裴川，他身上的古怪确实很多，明明没出过宗门，却总能拿出一些稀奇的宝贝。最令你记忆深刻的是，他一开始只是凡体，可有一天突然被检测出来是圣炎剑体，这绝对是个不小的秘密。这是你逼我的，这是你逼我的。此时裴川的修为也达到了洞玄圆满，开启了9洞天断裂的金剑，重新出现在其手中。下一秒，剑影在虚空中划过，剑气裹挟着滔天杀意朝你而去。在剑气冲向自己时，你体内的道骨再次有了反应，一个弥漫着混沌之气的字符亮起。这一次你看懂了，是个吞字，吞噬任何杀意与威压。只见裴川已经杀到近前，你又是熟悉的动作，双指夹剑，神情轻松。裴川见状，表情顿时僵住。想不到已经提升到了与对方同等修为，还是这样，他不甘心。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该结束了。你说着，伸出手指点在他的眉心处，奥妙的符文在指尖流动。裴川咽了咽口水，已经无力反抗，眼看他的生命即将结束，天穹真人急忙出声制止：沉默，不要做傻事，他可是你师弟。你闻言丝毫没有住手的意思，指尖的符文一点点流入裴川的眉心。沉默师弟，你刚才说的话可还算数？大师姐楚莲香想到了，在你动手前答应过，只要裴川将你父母灵位还回来，你便不杀他。闻言，你侧头看向天玄宗众人，嘴角勾勒出一抹冷笑，突然砰的一声，想象中的血腥场面没有出现。众人见状皆长出一口气，只有天穹发现了端倪。你把他修为废了。你没有回答，直接一把掐住了裴川的脖子。顿时所有人紧张起来，不过你并没打算杀他，对方是圣炎剑体，这种好东西怎么可能留在他身上？随着他的剑体本源被吞噬，你一把将他丢到了天穹脚下，淡淡道：我是说过不杀他，可没说过会放过他。此话一出，几位长老面色顿时难看无比。裴川作为储备圣子，如今却被你吊着打，还被废了修为，这无疑是在打宗门的脸。你盯着地上的裴川不屑道：留你自然有我的打算，我在苗疆时曾听说过一种奇怪的人，他们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却会在原本的世界死亡后来到这里。这种人往往都不简单，不需要刻意修炼就能轻松雄霸一方，他们自称为穿越者。你目光大盛，死死地盯着裴川，不言而喻，他就是穿越者。见你如此笃定，一直没机会插话的玄阳子这时开口问道：这么说，裴川乃是入侵者？入侵者在修真界一直都是被敌视的存在，他们的出现往往会为修真界带来无尽的灾厄，所以一旦有人发现入侵者，那么将会受到各方势力的围追堵截。不，穿越者与我们口中的入侵者不一样，入侵者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毁掉我们的世界，而穿越者却因人而异，有的穿越者为非作歹，
有的穿越者拯救苍生。闻言，天玄宗众人脸色各不相同，有的觉得无所谓，有的觉得幸好不是入侵者，有的则持观察态度。这时，你又对裴川说道：“我知道你还能恢复修为，今天不杀你，一是因为我对你身上的秘密感兴趣；今天不杀你，一是因为我对你身上的秘密感兴趣；二是因为他们都看好你，那我就让他们好好看看你是怎么再次败在我手里的。”裴川此时脸色铁青，没想到你竟然会知道这么多，看来苗疆不简单。这时裴川脑海中响起一道机械声：现在宿主虽然修为被废，但只要继续完成任务，还可以再次修行。听到系统的声音，裴川终于轻松了许多。他突然大声喊道：“沉默师兄，师弟送你一句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听到这话，你毫不在意的一笑。这句话都成了你们穿越者的标配。上一个这样说的穿越者，身体还在苗疆研究着呢。穿越者的事，是你在苗疆逃跑的时候听茶楼里的说书先生说的。还有穿越者的身体，你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世界真的有古怪吗？连系统都在提醒自己，现在你又说苗疆还有穿越者的身体。最后他只能咬牙说道：“多谢师兄不杀之恩。”不，我是留着以后观察观察，以后慢慢杀。我是留着以后观察观察，以后慢慢杀。你冷笑道。这笑容让裴川很不爽，你这是把他当成圈养的羔羊了呀？系统，完成下一个任务的奖励是什么？裴川在脑海中问道。在委员还夺走了，下一个任务完成，修为到大圆满。太上说还是要借大野怪，再穿越甄嬛，多加。裴川闻言，面色终于好看了些。只要将清月攻略成功，自己就能一跃成为道宫境强者，届时报今日之仇还不轻松。这时你回到柳如烟身旁，拉起她的小手，又在其脸上轻轻亲了一口。娘子，东西拿到了，我们回苗疆吧。天玄宗所有人都呆住了。你是玉女峰的弟子，现在却叫嫡宗之主娘子，这信息量太大太复杂。沉默，咱们不是发过誓要生生世世在一起的吗？就因为我出现在裴川师弟的府邸，你就要这样来刺激我吗？清月仙子请自重，我此生只爱一个人，就是我家娘子柳如烟。你口中所谓的海誓山盟，全当是我少年时不懂事，仙子就当作玩笑话吧。听到你毫无感情的话，清月面如死灰。不，沉默，你一定是骗我的，对不对？你就是为了气我才叫她娘子的，对不对？突然，他发了疯一般冲着柳如烟怒吼：“一定是你这个妖女，一定是你逼沉默叫自己娘子的，你就是个贱人！”突然，啪的一声，他话还没说完，便被你一巴掌扇在脸上。你自己什么样心里没数吗？再敢骂我娘子，今天就让你们天玄宗灭门！你竟然为了他打我！清月捂着脸，眼角全是泪水，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然而更加令他痛心的是，你接下来拿出的东西。3年后，苗疆圣殿，我与柳如烟大婚，记得来参加。前提是你能活到那个时候。我与柳如烟大婚，记得来参加。前提是你能活到那个时候。说着，你将结婚请柬扔到了清月身前，看着那外观装饰精美的结婚请柬，清月半晌才抖着手将其捡起，而后打开，看到上面的名字，他的心顿时比渡劫还难受。为什么会这样？能给我个理由吗？他不甘心地问道。你始终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仅用柳如烟的动作代表了你的立场。清月突然将目光投向了裴川，是因为他吗？真的是师尊派我来送药的，我和他没有你想象的关系。要是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检查我的身体，要是还不相信，我可以杀了他。沉默，我是爱你的。他哭泣着，哀求着，瘫坐在地上。见此，玄阳子站了出来，斗胆问道：“不知道沉默公子是以何身份迎娶柳仙子？”此话一出，全场寂静，离得很远的弟子都停止了讨论。可以说，你的回应关系着天玄宗的未来。如果你是以天玄宗弟子的身份迎娶，那么天玄宗不仅不会有危机，还会多出一个强大的盟友。只见你在众人的注视下取出一块令牌，上面刻着11两个字。玄阳子见状，悬着的心终于死了，只能抱拳恭敬道：“恭喜沉默公子成为苗疆11统统主，提前恭喜沉默公子与柳如烟仙子大婚。”见玄阳子如此，你自然知道他的用意，于是提醒道：“你是个好宗主，
管理好宗门的人。沉默公子说的是，玄阳子记住了，他明白，虽然你没有明说，但好歹是给了个机会，以后只要别去招惹你天玄宗，就有保全的希望。随后你手握清风剑，朝自己府邸的方向一斩，轰的一声，房屋全被掀开，锁着妖兽的铁链也一一断开。从今往后，天玄宗玉女峰不再有沉默，有的是苗疆第11统统主。天玄宗玉女峰不再有沉默，有的是苗疆第11统统主。说罢，你便收起剑，搂着柳如烟光明正大的离开了。就在你大闹天玄宗之时，你和柳如烟成婚的消息传遍了大东域，一时间无数柳如烟的追求者道心破碎。此时，苍羽国大殿内，苍羽皇主正高坐在皇位，俯视着下方重臣。突然，一声急报传来，一名统领快速来到宫殿中间，大声道：“陛下，苗疆送来请柬。”苍羽皇主面不改色，只是看了一眼便将请柬丢给了下方的大皇子。大皇子苍风好奇地打开了请柬，大婚二字赫然出现在眼前，随后故作镇定对着苍羽皇主说道：“苗疆之主大婚，孩儿祝福家人成偶。”众大臣听到这话，没几个人相信。苍羽国谁不知道大皇子苍风追求苗疆圣女多年，他性格刚烈，根本不可能就此放弃。同样的场景在大东域各个角落上演。此时苗疆圣殿内，柳如烟与你坐于王座之上，平静地看着下方的各统主。启禀圣女，启禀圣女，大东域各大教派已经收到请柬，其他大域与我苗疆交好的势力也会在几天后收到请柬。做得很好，接下来你们就各自去忙吧。其他人听见这话，正准备离开，大统主却再次开口：“启禀圣女，位于苗疆与天玄宗分界处的古元秘境将在下个月开启。11统主既然已经可以修行，老夫想此次不如让他带队。”柳如烟闻言杀意外露：“你在故意刁难他？”老夫不敢。圣女您的追求者无数，其中不乏各大教派的传人，相信有一半都不服11统主。在大婚之前，他随时有可能面临威胁与挑战。这次秘境进入的修士不得超过道宫境，这刚好为11统主提供了很好的历练环境。说着，他将目光投向你，问道：“11统主，我说的可在理？”大统主说的不错，大统主说的不错，我没异议。说完，你转身望向柳如烟：“我知道你强大，他们都害怕你才不敢反对，可他们终究是认为我配不上你，我要变得和你一样强，让那些人心服口服，而且我也想保护你。”柳如烟看得入迷，小声喃喃道：“是真的吗？真的会保护我吗？就像那时候？”“对，保护你。”你坚定地说道。这一世爱柳如烟放在首位，报仇是其次，可有一件事是需要去面对的，那就是银血剑。传说银血剑乃是魔剑，持有者没有一个能善终。前世柳如烟殉情死在银血剑下，这一世殉情是不可能了。可银血剑的魔咒始终让你不敢大意，只是以你现在的实力，想要查基本不可能，只有等自己强大了再说。启禀圣女，还有一事。这时大统主又说道：“近日11统的人得知前统主被杀，新统主是公子他们有些不服。”闻言，柳如烟只是淡淡的说道：“新统主是公子他们有些不服。”闻言，柳如烟只是淡淡的说道：“知道了，你们都回去吧。”待大堂之中只剩你与柳如烟二人时，他满脸宠爱的看向沉默：“别管他们说的，有我保护你就够了，你只需要躺平就好。”你微微一笑，站起身来：“如烟，我知道你强大，在这圣人不出的时代，你就是无敌的。可我也不想被人说是吃软饭的人。以前我不能修行，没得选，现在我能修行了，自然是想要向你看齐，成为一个合格的夫君。”看着你自信的模样，柳如烟十分高兴。可她是个敏感的人，又似乎有些害怕地问道：“如果有一天你实力超过了我，会不会再次离我而去？”娘子，对不起。你自然懂她的想法，她的敏感也是你造成的。随后你俯身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傻瓜，就算我达到那传说中的仙人境界，也不会弃你而去的。我会带你一起过神仙的日子。”柳如烟闻言，抓着你的衣领就吻了上去。“娘子，你先回去，我去11洞一趟。成了新洞主，我总需要去看一看的。”“我陪你去。”柳如烟认真的说道。“不，你去了，他
他们都畏手畏脚，我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洞主。一丈娘子，你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相信我，一个人可以的。但是你晚上必须回来。遵命，那我这就去了，尽量早点回来陪你。说罢，你便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视野中。柳如烟望着那消失的背影，口中喃喃道：沉默，等你强大了，会发现这个世界与你所知道的不一样。到那时，你会不会恨我？此时的你正在前往11洞的路上，见你到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你身上。之前的11洞洞主在他们眼里是个天才，他成为洞主后，11洞所有人都看见了崛起的希望。可是这个希望在昨天被圣女一指击杀，理由竟是为了那个敌宗来的人质。最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你还成了新洞主，你毫不在意那些敌意的眼光，径直走到属于洞主的位置。此刻那里正坐着一个少年，笑容充满了自信与不服。你似乎坐错了位置，你似乎坐错了位置。你平淡地对他说道。少年闻言一脸的桀骜。谁规定这是你的位置了？写你名字了吗？你应该比我清楚善作，洞主之位意味着什么。你说着拉过一张凳子，坐到他的对面。你确定要继续坐吗？座位上的少年见状也收起了放荡不羁的模样。我很确定，我哥因你而死，而你不仅没有修为，还是天玄宗的弟子。我觉得你德不配位，这11洞主的位置不应该由你来做。根据苗疆的规矩，任何人都可以挑战洞主，只要能在同境界之中获胜，那么原洞主就应该让出位置。听到他的话，你笑了笑。前洞主的弟弟，那倒是能理解你今天的行为了。我可以考虑留你一命，报上你的名字，我接受你的挑战。川白，少年说着站起身，脸上充满了自信。看在你无法修行的份上，比什么你说了算。听到这话，你轻笑一声，不再隐藏实力。顷刻间，狂风席卷整个洞府。顷刻间，狂风席卷整个洞府。所有低于洞玄境的修士直接跪伏在地上，就连洞玄境的人也抗不住威压，纷纷祭出法器抵挡。川白见此一幕，脸色惨白。洞玄后期，这怎么可能？你笑了笑，收起威压，周围的人顿时压力全无。川白看着你，已经完全没了刚才的轻视。原来你已经可以修炼了。既然我们都在洞玄后期，那就同境一战吧。我要挑战11洞主的位置。可以，3招之内若胜不了你，我走。狂妄！川白大喊一声，右手握拳，直接朝你冲了过来。这是开天拳，有年纪较长的老人看出了那无敌拳意的来历，周围的人听见，瞬间引起了轰动。想不到川白竟然练成了此等无上功法，不愧是仅次于圣女的天才。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盯着那盖世无敌的拳意，离你越来越近。然而接下来的一幕直接颠覆了众人的三观。只见川白的拳头竟然在离你1寸之时戛然而止。只见川白的拳头竟然在离你1寸之时戛然而止，那盖世拳意也顷刻间消散殆尽。然而你却连手都未动。川白见状，瞳孔微震，自己全力一击，竟然被你轻描淡写拦了下来。不过他并未气馁，突然一道金光自其额头发出，这是神元之力。传说唯有万里挑一的天才才能修出神元，川白竟然藏得这么深。谁知你仍然是动都没动，磅礴的精神攻击在接触你的一瞬间又是戛然而止。川白见状，脸色也凝重起来，一柄紫色灵剑瞬间出现在手里，紧接着他直接朝你杀来。谁知还没到你身前，他手中的紫霄剑竟然朝你手中飞去。冰字诀！川白不可思议地说道。紫霄剑已经认主，这种情况下还能被你控制，唯有传说中的冰字诀能做到了。不过其实并不是冰字诀，当紫霄剑出现的刹那，你体内的道骨又亮起了一个字符。还是你不懂得文字，随着新字符出现，你发现自己似乎能与万物产生共鸣。下一刻，失去武器的川白被你一巴掌轰至地表。下一刻，失去武器的川白被你一巴掌轰至地表。11洞的人见状彻底沸腾，这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只要有实力，他们不在乎你是谁。一时间，整座城的人都在呼唤着奉君。川白艰难地站起身，却发现脖子上被一柄青色的利剑抵着。臣服我，或者死。川白傻了眼，没想到真的只是3招，自己彻底完败。我只给你3秒的考虑时间，3、2，恭迎新洞主！川白急忙叩首，
还不够。我今天本就是来让你们臣服的，但是对你这还不够。川白顿时知道你想要什么了。凤君，我愿意追随你，但可否不中蛊？当然不行，你哥的死多少与我有点关联，我现在暂时还不能完全相信你。说着，你手中出现一只宛如蝴蝶的虫子，你自己选择。川白看着命蛊，不由得咽了咽口水。日后是否有可能解除？只要你足够忠心，无需我解除命蛊，自会消散。对了，我得提醒你，我的蛊与别人的不太一样，即使消散了，你若是起了不好的心思，那么它还会再次生长。川白听闻这话，顿时感到吃惊。消散后还能生长的蛊，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但容不得他多想。此刻你的脸色已经不太好看。多谢凤君不杀之恩。他说完便伸出手，任由命蛊钻入掌心。这时你才收起清风剑，带着川白来到城中最高的楼顶，望着下方，声音平淡道：可还有人对我这洞主之位不服的？半晌过去，底下无一人回应。第一天才川白都败了，同境一战，谁还能打得过你？这时一个中年男子单膝下跪，大声说道：在下高升，前洞主座下第一大将，愿追随新洞主。紧接着无数修士纷纷俯首。仅2分钟，城中所有人全都选择了臣服。见状，你满意的点了点头。各位亲戚，想必各位也都知道我昔日的身份，但从今往后，我陈默只有2个身份，一个是苗疆凤君，一个是苗疆11洞洞主。我知道各位在想什么，既然我答应来做这个洞主，那就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让11洞再创辉煌。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沸腾了，这是激励也是承诺。突然你发现天已经开始黑了，不好，差点忘了答应柳如烟的事，那个小傻瓜又要多想了。随后你望向川白说道：我命令你为代洞主，我不再是11洞，由你来管理。说罢，你便赶紧离开了。而另一边的柳如烟此时目光已经无比冰冷，啪的一声捏碎了手中的茶杯后，猛然起身就要去把你抓回来。谁知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了你的声音：娘子，我回来了。柳如烟见状，怒气顿时消失，只是呆呆地望着你。你来到近前，牵起她的手，这才发现她的手竟然出血了。傻瓜，是不是又多想了？我以为你不回来了。柳如烟小声说道，就像是做错事被抓包的孩子。对不起，让你多想了。我把11洞的事安排完，才发现天已经开始黑了。你说完，捧起他流血的手，轻轻哈气。怎么样，还疼不疼？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你的修为也已经到了洞玄巅峰。这天你带好物品准备前往古元秘境。那里传闻乃是古元圣人留在世间的洞府之一，说是洞府里面却是自成一个小世界，有自己的运转规律。古元圣人生前是一位7品炼丹师，故而进入其内的人多半是以寻灵草灵药为主。当然若能获得传承，那更是再好不过。你来到11洞，将川白一起带了去，2人乘坐传送阵，很快就到了苗疆边界，再飞行几分钟便到了。此时秘境入口处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不仅有苗疆以及天玄宗的人，还有一些离此地较近的其他教派。11洞主倒是来得挺快，你刚到就听见有人在叫自己，抬眼一看是柳如烟的随从二娃，不过听他的语气好像不怎么看好自己，于是你当即轻笑道：这种事来晚了，岂不是连汤都喝不上？你说是吧，青龙使？苗疆有4大使者，他们的职责本是负责镇守苗疆的4个方位，可自从柳如烟成为苗疆之主后，青龙使和朱雀使相继被他征服，成为了他的左右手。二娃听着这很久没被人叫过的名字，不免一怔。那11洞主可得有命拿才是。虽说进入秘境只能是洞玄境以下，但里面的机缘足以让一些寿命不多的人冒着被规则抹杀的风险。从未听说过有人敢冒此风险，你说这话怕不是想令我等不战而退吧？苗疆之人的伎俩未免有些太上不了台面了。听到这话，二娃没有生气，只是摆了摆手，表示到时候可别赖我没提醒过你们，好心当成驴肝肺。这时一老者站出来解释道：没听说过，那是说明你无知。传说古元圣人曾经获得半截不死神药，但他并未自己服食，而是将它种植在了这秘境之中。老夫，我的师叔祖当年就为了那不死神药，不惜压低境界进去了，只可惜他到死也未能寻到。
众人闻言倒吸一口冷气，同时老者的身份也被人好奇。一个身着天玄宗衣袍的青年问道：不知前辈师承何处？不知前辈师承何处？老者也没有掩藏，我来自逍遥门。这话一出，不少人感到好奇。来此地的多以天玄宗和苗疆修士为主。诸位不必猜疑，老朽并非此地之人，只是路过这里，刚好遇到秘境即将开启，好奇来看一看而已。哼，我看门主并不是打算只观看一下吧？什么门主？周围的人不由得再次好奇起来。此人竟然是逍遥门门主。青龙使莫要误会，老朽不会自降身份与小辈争夺机缘的。你当然没办法拉下这个面，但你可没说不送后人进去啊！二娃说着看向他身后一个有些胆怯的小女孩。是吧，小姑娘？被二娃这样一问，小女孩更紧张了，躲在门主身后不敢抬头。老者见状转过身安慰道：不用害怕，这位哥哥只是向你问好，并没有恶意，不会伤害你的。小女孩闻言这才抬起头来。哥哥，我们真的只是路过，我是师父前2天刚收的徒弟，正想带我回宗门呢，刚好路过这里。不过师父总爱变卦，说秘境里有大机缘，又要我进去争夺一下。小女孩的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逍遥门门主则是尴尬的挠了挠头。这时二娃又笑着问道：里面危险重重，你进去不害怕吗？不怕，师父说里面没太大的危险，只有几只小动物和几只虫子，最多再有几只鸟。小南最喜欢和这些小动物玩耍了。小女孩高兴地说着，而二娃此时却眼神怪异地看向逍遥门门主。多么童真的孩子，你就这么祸害他？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人喊道：看，那是天玄宗的主力来了吗？哇，好漂亮的仙子！你循声望去，只见天玄宗的众人驾着仙鹤而来。当然也包括你的青梅。沉默。你见状，立马伸手阻止对方靠近。仙子请留步，以免被人误会，万一传入我娘子耳中，那问题就大了。要怎样你才肯原谅我？清月的声音中带着哀求与不甘。你闻言大笑一声，原谅？你觉得我该怎么原谅你？若不是我现在修为低你太多，我恨不得将你杀之而后快。听到这话，清月身子忍不住一颤。不是的，我没有背叛你，我与裴川师弟真的是清白的。那你今天是干什么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想为裴川寻找恢复修为的药。清月闻言明显慌了神，因为天玄宗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不死神药，来帮裴川修复被毁的经脉的。怎么被我说中了？那就别再来假惺惺的说爱我，你的爱太廉价，我嫌脏。不是的，沉默。我。清月想要解释，却被天穹真人按住了肩膀。见此，他只好伤心地走到了一边。你见状嘲讽道：怎么天穹真人要亲自下场，为你的好徒弟寻找神药？沉默，你我已经没有关系，至于我们来做什么，还轮不到你来管。听到此话，你倒是畅快许多。天穹真人说的对，你我已经恩断义绝，与天玄宗也再无瓜葛。到时秘境中遇到天玄宗的弟子，我不会手下留情的。当然，如果是天穹真人与你座下的弟子，我会考虑留个全尸。你若有那个本事，死在你手里又有何妨？天穹真人说完便回了。天玄宗的大部队区域，秘境开启的时间无法确定，一般就是在这几天前后。终于在第3天，一道仙光冲天，秘境之门打开了，无数修士争相涌入其中。老大！老大，这里与想象中的不一样啊！川白看着眼前的参天巨树，忍不住说道：他也是第一次进来。当然不一样，这里自成一方小世界，看似祥和，实则处处充满危险，小心点。随后你们行走在秘境中，很久也没见到一个活人，妖兽倒是遇到不少，不过普遍都是炼气境，远远看见你们就跑了。灵药也采摘了不少，11洞修炼资源比较匮乏，再低级的灵药你们也不嫌弃。3天后，森林中炊烟袅袅，川白咬下一口大棚肉，好奇地问道：凤君，你是怎么让圣女爱上你的？不仅是他好奇，苗疆所有人都好奇。如果圣女喜欢的是某个圣地世家的传人，所有人都不会觉得奇怪，可他偏偏喜欢毫无修为的你。怎么爱上我的？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他，他给我的答复是他想保护我。川白听了一脸无语，
就这么简单？这时你又看向他问道：“你可知道柳如烟的过往？”我说的是在第5洞时的过往。我说的是在第5洞时的过往。听到你的话，川白突然脸色大变。凤君何故问这个？看到他如此模样，你不禁有些好奇，怎么有什么问题吗？那是苗疆的禁忌，具体发生了什么，可能只有几位闭关的元老知道。川白年纪不大，却也听过第5洞发生的巨变，每听到他都觉得离奇。你突然意识到此事并不简单，或许和柳如烟爱上自己的原因有关。这时，川白小声说道：“具体内容我是不知道，但是我听过一些其他的，多多少少跟当年的事有关。凤君可知，曾经的圣女是个善良的小女孩，路上见到蚂蚁都舍不得踩的那种。可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圣女一跃成了苗疆第1天才。苗疆几个老古董都觉得圣女被夺舍了，也有可能如古籍中记载的那样，圣女是穿越者。”就在这时，突然一道遮天蔽日的身影将你和川白笼罩。突然一道遮天蔽日的身影将你和川白笼罩。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大鹏出现在你们面前，二人一时间有些呆住，手里的大鹏肉顿时都不香了。这位兄台，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你边说着边将大鹏腿塞到了川白手里。川白立马惊掉了下巴，还带这么玩的？大鹏兄，都是误会啊，我们不知道这是你的孩子。突然一声刺耳的啼鸣声响起，川白直接被吹飞了出去，连续撞断好几棵树才停下。凤君快跑！川白大喝一声，同时调整平衡朝远处跑去。大鹏鸟一扇翅膀直接朝他冲了过去，你抓住机会立马朝另外一个方向逃跑，自己小心。突然大鹏一声长鸣，转头又朝你冲来。你见状大呼不好，妈蛋，这傻鸟能听懂人话。川白人都傻了。喂，傻鸟，我在这里。不是，怎么还有一只？他正吆喝着，突然脸上又出现一只大鹏鸟，两只巨大的爪子直接朝他抓了过去。突然脸上又出现一只大鹏鸟，两只巨大的爪子直接朝他抓了过去。而你这边已经和大鹏鸟缠斗在了一起，两只鸟似乎是夫妻，而被你们吃掉的则是他们的孩子。你一拳轰出，打在大鹏鸟的翅膀上，不过对方似乎不痛不痒。你惊叹一声，继续轰杀，并且借助大鹏鸟的回击向外逃去。逃跑时，你回头看了一眼，川白也在逃跑。紧接着你在庞大的森林中穿梭，大鹏鸟穷追不舍，途中阻挡去路的古树都被你一剑砍开。大鹏鸟则更夸张，一路追击过来，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动静太大，有人看见了这一幕，那人有点眼熟，好像是苗疆的人。怎么惹到这么个大家伙？这大鹏鸟竟然是洞玄巅峰的修为，我们还是离远一点吧。楚莲香和周熙此时正站在一棵大树上，平静地看着你被大鹏鸟追击。要出手相救吗？周熙问道。楚莲香闻言眉头微皱，你我出手的次数有限，他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师弟，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次数。别忘了我们此次的目的。那好，我们走吧。周熙说着，突然感觉到一股危险的气息，抬头一看，只见你不知何时竟然将大鹏鸟引向了两人所在的方向，并且你的脸上还露着灿烂的笑容。大师姐，二师姐救我！二人见状顿时面色铁青，这是被你给利用了。还没待他们反应过来，你便从二人中间穿过，同时大喊道：大师姐，二师姐，帮我挡住他，杀了也行。说完你便拿出一张闪现符，下一刻就出现在了千里之外。祝你们好运。你笑了笑，拍拍衣袖，继续往秘境深处走去。走着走着，突然听见前方有打斗的声音，走近一看，发现有数十人正在围攻一条冰蟒蛇，地上已经躺着好几个人的尸体，在冰蟒蛇的身后还有一株洁白的花，冰石花。看样子这条冰蟒蛇正是它的主人。此刻冰蟒蛇浑身气息突然暴涨，似乎彻底被激怒了。不好，大家快出手！现在谁也跑不了，只有将他杀了。你闻声看去，竟然是天玄宗的人，看样子只是个外门弟子。于是你隐藏了气息，在不远处观战。整整打了一天，他们才将冰蟒蛇杀死。原本20多人的队伍，此时只剩下了3人。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躲在暗处的你一剑斩杀，冰石花也被你一口吞了下去。随后继续在秘境中寻找着，这次秘境的开启将会持续半年以上，所以你也不着急，自己
己缺乏战斗经验，以至于刚开始遇到大鹏鸟就落了下风。不知不觉1个月过去了，自从与川白分开后，你们就再没碰到过。不过你相信以他的实力在这儿，秘境中活下来是没问题的。这1个月以来，你每天都会去挑衅同境界的野狼，从一开始的逃跑到现在单手拿捏，你的战斗经验进步飞快。假如现在再遇到那只大鹏鸟，你有把握将其也做成烧烤？这天，你正扛着一头洞玄境的野猪朝自己的暂居地而去，突然眼前冒出来几个小修士，将你围住。站住，小子！交出野猪和储物袋，饶你不死。然而片刻之后，几人顾不上身体的疼痛，纷纷跪地求饶。好汉饶命！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储物戒指、储物袋都交出来。你平淡地说道。几人闻言顿时大喜，急忙上交了自己的储物袋。在头领的储物袋中，你发现了一些女子的衣物和配件。你顿时眸光冰冷，看样子你们不是第一次犯了。头领见状，立马不停地磕头。少侠饶命，就一次，还是那个女的先对我们动手的。那你拿人家衣服做甚？我那头领不敢说出实情，又不敢撒谎，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说不清楚。那你就去死吧！说罢，一条蜈蚣自你手中飞出，下一刻便钻进了头领的耳朵。这下所有人都猜到你是苗疆的人了，全都吓得抬不起头来。别装无辜了，我知道你们是谁。毛寨专门靠打劫存活的山寨。我知道你们是谁。毛寨专门靠打劫存活的山寨，南部地区的毒瘤。说起来，我曾经还被你们抓去过呢。那时天玄宗还没与苗疆开战，你想下山看看有没有办法破除无法修炼的魔咒？谁知不小心被毛寨的人给抓去了，幸好师尊及时赶到，将自己救走。不过那时你就不理解，为何师尊不直接灭了他们，导致毛寨越来越强大，现在都敢来参加秘境夺机缘了。少侠饶命，我们可以给你透露一个消息。这时有人大声喊道，你闻言顿时来了兴趣，说说看。听说有个小女孩约莫12、13岁，不小心被困在了一个法阵中，但是那法阵中心却出现了疑似不死神药，现在已经有不少修士赶往那里，我们看见天玄宗的人也去了。小女孩12、13岁，怎么感觉有点像逍遥门的那小姑娘？具体在什么方位？沿着此地一直往北走就到了。男人战战兢兢地说道，如果敢欺骗少侠，就让我天打雷轰。见你收起了剑，那人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连忙跪下磕头，多谢少侠饶命。然而下一刻一剑消手，临死前他只听见你轻佻的声音，我可没说过不杀你。其他人见状纷纷逃窜，可惜依旧没有摆脱被你斩杀的命运。随后你便往北方走去，一路上也遇到了不少修士，有苗疆的，也有天玄宗的，还有一些小门派和散修。终于你赶到了目的地，见你到来，不少人都纷纷让路。哟，还活着呢。刚来到前方，你就看见了老熟人，你以前的二师姐周熙。他闻言冷哼一声，没有理会你，你也将目光投向前方。只见绿油油的草地上，一个小女孩正眼神茫然不知所措，似乎迷了路。你看着她总觉得有点眼熟，并不是在外面见过的原因，而是那种源于内心的感受。奇怪的是，除了小女孩走过的区域，其他地方都是雾气弥漫。当她慢慢向前走去，只见一朵无根之花绽放，每片花瓣都宛如玻璃一样晶莹剔透。有人惊呼道，是七彩琉璃花。这虽不是那半截不死神药，但却是货真价实的圣药。持有者渡劫时，天罚会优先攻击七彩琉璃花，每次会消耗一片花瓣，也就是说，拥有这株花能挡7次天罚。这七彩琉璃花与我有用。有人大喝一声，当即持剑而起，要去争夺。不少人见状也纷纷出手，却不料这阵法看似只是幻阵，实际上还隐藏着杀阵。仅仅是一个照面，刚才出手的人便被抹杀了大半。这里面套有杀阵，存活的人冷汗直流。为何那个小女孩没事？这时人们才猛然发现，小女孩在阵中慌乱的行走，完全就是无规律的跌跌撞撞，却始终毫发无损。难道杀阵只是外层有，里面没有吗？众人不禁感到好奇，谁知阵法仿佛听见了众人的话一般。只见小女孩的身旁跑来一只野兔，目露凶光，赫然跃起朝她扑去。
突然轰隆一声，一道刺目的雷电瞬间将野兔轰为齑粉，而小女孩仿佛始终没有看见，这阵法竟然在保护她。你的目光始终盯着小女孩，想要将她看透，可无论怎么看，她体内都没有半点修为波动。这时，其他人也看出了诡异，难道她与此地有所联系不成？她该不会是古元圣人的后裔吧？没有人再敢贸然出手，全都静静等待着。阵法中，小女孩还在跌跌撞撞地走着，3步一回头，她什么也看不见，却感觉背后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自己。渐渐的，她闻到了花香，是从正前方传来的。她赶紧加快了脚步，而阵法外的修士此刻比小女孩还要激动，不断地为她加油打气，就连你都喊了2声。终于，小女孩弯下了腰，将手伸向了七彩琉璃花。阵法外的众人见状，顿时欢呼雀跃，成了，太不容易了，我比她还紧张呢。然而，小女孩接下来的动作差点把外面的人干破防。只见她并没有去拿起七彩琉璃花，而是将手伸向了旁边一朵不起眼的小花。原来是你发出的信号呀，是想让我帮你离开这里吗？外围的修士一时间全都傻眼了，纷纷说他错过了大机缘。这时周熙突然开口：一群无知的蠢货！七彩琉璃花又称小混沌花，是靠吸收游离于天地间少许的混沌气而成。混沌又分阴阳、阴虚阳实，可不管如何，它并没有脱离花的范畴。你们所看见的如琉璃般晶莹剔透的花瓣，乃是它的躯壳，而那女娃娃轻抚的，才是真正的七彩琉璃花。此话一出，刚才质疑小女孩的人全都无地自容。原来如此，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只见小女孩轻握住七彩琉璃花的躯干，一点点用力，有点疼，你忍着点。而七彩琉璃花仿佛能听懂她的话，花瓣竟舞动起来。这一幕使外界的人陷入寂静。一个中年男人叹息道：可惜了这样一个小丫头，恐怕她出来的那一刻，生命就到了终点。不止他一个人，所有人都在为小女孩感到惋惜，可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出手，毕竟圣药到手才是真理。你转过身，望向身后的众人。苗疆的人，给我听好了，我以凤君的名义号令你们保护法阵中的小女孩。是凤君。人群中有人高声回应：苗疆之人当真是霸道，这机缘本就应该全凭本事。